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怀民。我觉得我是一个滚动的石头，我永远在东张西望，希望看到一个更明亮的太阳。如果明天跟今天完全一样的话，我肯定是不要起床的。我大一的时候，进了政大念法律系，1年后转到新闻系，到美国继续念新闻，1个学期之后转到英文系的小说创作班，同时开始跳舞。25岁我回到政大教书，大概是最年轻的讲师。第2年，我给自己闯了大祸，我创办了云门舞集。云门是台湾第1个职业的舞团，在这之前，没有人以艺术性的舞蹈表演能够安身立命，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好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大家都吓了一跳。同时，我的朋友跟我讨个叛逆呀，我的父亲就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舞蹈家呢是所有的艺术家里面最伟大的，因为他用身体来做表达，最辛苦。”最难，但是他说，跳舞可能是一个起家的行业啦。10年前，我的母亲过世之后，我们在她的遗物里面发现，有一个用我的名字的存折，里面有100多万。我才意识到说，原来30年过去了，她始终在担心着这个儿子有一天会饿死，所以他就省吃俭用帮我存了这个存折，我其他兄弟都没有。为什么我做这个事呢？我的父母亲从小要求我们要服务人群。我在60年代成长，60年代是年轻人的世代 ，Beatles、嬉皮，年轻人反战，金恩博士说：“我有一个梦，那是一个民权运动的一个开端，一个高潮。”他们果然做出很多的事情。60年代教我们说，年轻人有责任，而且有能力来改变社会，来改变这个世界。我回到台湾的时候，遇到一些很爱跳舞的女孩子，那我就说，台湾人很喜欢看跳舞，可是没有自己的团，我们来成立自己的团。说得很容易啊，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想的舞台不在纽约、伦敦、巴黎、莫斯科，我们想的说，小小10来个人可以到学校为学生演出，到社区为民众演出。因为父母亲的话，他们的警告，当开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辈子我可能不能买自己的房子。但是他的叛逆啊，所以就继续做。所以1973年9月29日，云门舞集在台中中心堂做创团的首演。今天早上，我忽然发现，今天正是云门创团首演的40周年纪念日。谢谢。台中演完了，我们搬到中山堂演，居然卖票卖掉3000多张，外面还有黄牛，大家都非常高兴。我大概有3个月完全的精神崩溃，因为不止云门是一个第1个职业舞团，没有潜力可言，没有这样的生态。更重要的事情是，我都学跳舞，我就是出了年，我不要跳舞，我唔要编过舞啊，唔得来想啥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认真的学习编舞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舞者的身上看到、了解到什么叫做身体，什么叫做动作。我在演出的场合，从观众的反应来学习怎么样编有效沟通的舞。但是云门的工作不只是
编舞而已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在70年代，在80年代，要管人事、行政，要去募款，对我来讲是有一点艰难的事情。出去讲春手偷钱，我爸爸讲我叫丢这客家行业嘛。但是我从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人，忽然间走出书房，走出房子，去跟人家做诉求，来请人家帮忙。我觉得因为我走出来了，像从这个红框上走出来，它是一个很棒的事情。我开始跟很多人打了照面，我开始认识很多人。而当大家拒绝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坦然，因为我小时候14岁开始写小说，常常被退稿，所以退稿是应该的。但是有人愿意帮助你的时候，要非常的珍惜，那是一辈子的恩情。因为别人来找我做什么，我不一定会答应啊。同时，也要意识到那些协助跟鼓励后面的一个期待。所以我就背着这样的一个心情继续找。有时候一天工作要到18小时、20小时，到今天为止，我差不多工作也要工作到16小时。不只是创作，你要学习生活，学习怎么样变头脑去创作，但是其他的事情也要照顾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手头上捧着的是许多舞者的青春。当他们的同学都开了舞蹈社，买了汽车，付了房贷，开始住进公寓大楼的时候，他们非常辛苦的一天8小时跳舞，然后收入非常的微薄。我觉得我不能辜负他们，而其他的人，对云门有帮助的人，我不能辜负他们的期待。也许是更重要的，我觉得我不应该背弃年轻时出发的一点点讨卡叛逆那样的一个想象。我必须证明我讨卡不叛逆，我要证明说是真讨卡叛逆。但是云门舞集还是在1988年宣布暂停。因为我等于一出了学校进入社会，所谓进入社会就是进入云门这个很奇怪的一个行业。我就是觉得好像我好像住在一个洗衣机里面，回旋着在那边搅动着。快乐吗？没有想过。可是大概还可以活下去吧，我是这样想的。我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云门的一个小齿轮，一个小棋子。报纸上登的那个林怀民跟得奖的林怀民，他不会跟我一起回家。我还是过我的日子，我是过我的工作。因为如果我把自己弄得很大的话，也许台湾容不下我，也许我离开台湾。我不能想象外国的艺术家是怎么样，不是我们在台湾，在这样的时代，在这样的环境工作，我觉得我是个齿轮，小齿轮，我就这样工作。但是齿轮也会有疲倦的时候，因为1983年我创办了今天北艺大的舞蹈系，所以云门舞蹈系蜡烛两头烧。到了88年的时候，我发觉我完全的力竭。同时，我要必须面对的是资深的舞者，当年饿着肚子一起跳舞的创团的舞者，他们结婚了，有孩子了，我不知道如何安顿他们的下半生。那么我要面对我自己，当我这么忙碌，我还能够编出更好的舞吗？所以1986年我决定把云门暂停。88年宣布的时候，整个社会有很惋惜的声音。可是我觉得把云门停掉，是我一辈子里面最好的作品之一。因为你面对了，你反省了，你知道你不行了，所以我们用2年的时间来执行这个暂停的计划，安顿了资深的舞者，让他们找到新的工作。
安排年轻的舞者到美国继续学习。当云门停掉的时候，云门手头上有8国的邀约，从来没有这么多，但是不足惋惜，因为8国邀约只不过是坐了很多次飞机下来，一样没有钱，人更累，所以就停掉了。1990年，我从美国回到台北，第2天，一个计程车司机问我说：“云门为什么停掉了？”我说：“表演艺术在台湾是很难的。”我就告诉他很多很多的事。他表示他的理解跟同情，但是我还下车前，他跟我说：“林老师啊，在台北这样的混乱的交通里头讨生活也不好过。每个行业都有它艰难的地方。他说台湾需要有云门舞集。他车子开的时候，他说：‘林老师加油！’我卡在路边，非常的更小，因为这里面不只是自己背弃了出发的那一点对自己的想象跟期待，也背弃了许多支持云门的人，背弃了年轻时代觉得要去服务的基层的民众。1991年云门复出，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再度肯定我自己再度肯定这是最好的作品，因为云门的暂停成为复出后的云门最大的资产。在离开云门的这3年间，我在东南亚逛来逛去，丰富了我的视野，丰富了我人生。我们的技术总监林克华先生到耶鲁深造，行政总监温慧文小姐到美国去拿了一个 MFA， 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热情的他和派吉的年轻人，我们好像成熟一点，我们好像有一点点专业的概念。同时，最伟大的事情是。解散了，解散了，再了不起，再解散一次就完了嘛，有些没有恋爱。所以复出的云门，希望朝着整个永续的方向来走。而这个时候，台湾的经济发展的一个状况，企业界开始帮云门的忙。所以今天，在创团的40年后，云门2。深入偏乡小城去演出，在大学里头住校，而在国泰金融机构的支持下，云门做户外公演18年，每一场观众至少3万，然后有时候到了8万，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舞蹈的演出，秩序井然。离开的时候，广场上没有一张纸屑。台湾人是很棒的，那这里面也代表着一个大家对一个精神生活的需求。我觉得我要做得更好。在国外常常有人问我说：“你到偏乡去演出，你到南部到台东去演出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推另外一个节目？”不是的，一样的节目是在纽约、莫斯科跟巴黎演出，因为台湾人就这么棒。我必须说。我的90年代以后，国际上面一直越来越觉得我是一个好的编舞家。我是这几万的观众训练出来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全天下没有不好的观众，只有不好的演出。在户外的这样的几万人的场合里头，如果你不是拿出让他目不转睛的作品的话，小朋友就开始闹，大人就走掉。我要把它耗在那里，所以他们给我最大的考验。所以只要是能够通得过户外演出的几万观众的话，我想《纽约时报》也要买单咯。是的，我是这些基层的观众训练出来的。今年4月的时候，我参加大甲妈祖的绕境，在西周，在一个早上3点钟，暗傻傻，一位农村的妇人出来拉着我的手，跟我说：“多谢你美丽的艺术，谢谢你美丽的艺术。”一句话，
从基层的朋友讲出来，我觉得40年的辛苦，可是能够求鱼得鱼，能够这样子的把头发白掉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前几年我到印度菩提伽亚去朝圣，那是佛祖得道的地方。菩提树、枝叶扶树，大概就是这个厅堂这么大。庙关门的时候，我走出来，忽然后面有个人问我说：“你是台湾来的吗？”我回头一看，是个喇嘛，可是一口漂亮的普通话。我请他到路边的茶桌去喝茶，他告诉我他是山东人，为了想当喇嘛，就几年的时间打工到了拉萨，在庙里头帮忙。然后他想见达赖喇嘛，他就从拉萨往尼泊尔走，然后到了边界被解放军抓回去关了1年，放出来他继续走，又被抓回去关了1年多。他第3次偷渡成功，到了达兰萨拉，他见到了达赖喇嘛。我问他说：“然后你现在在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想回西藏。”我说：“你等于他不是我抓起来，被抓起来再关起来。”他说：“在哪里都是一样的。”我离开他之后，回过头去，我看到他把桌子清一清，在树下，印度的1月的寒冬，他躺下去，把那个袈裟一披，他睡觉了，在哪里都一样。原来，把对自己的那个我的欲望降到最低的时候，没有不可能。人生没有任何的限制。年轻的时候去撞击，去认识自己，检讨、反省，往前走。是的，人生不设限，除非你给自己制造障碍。今天很高兴见到很多的年轻朋友。我们白头发的人讲的，也许是另外一个，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限制，可是那个限制是你主观的认定，不是外面加诸于你的。最后，我想告诉年轻的朋友们，年轻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勇敢，不要害怕。谢谢。